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涯神帖。在这片广阔的网络世界中，总有一些贴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成为了无数网友心中的经典。天涯神帖带您一同探索这些隽永的文字，感受智慧的闪耀与思维的碰撞。我们的频道致力于搜罗和解读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和讨论度的神帖，从幽默风趣的调侃到发人深省的故事，每一篇神帖都在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和思想。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内容，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轻松与启蒙。今天与您分享的神帖内容是：生存是一场无止境的血战与肉搏。生存是一场无止境的血战与肉搏。在这场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有些人只会舞动那看似华丽却毫无实战价值的花拳绣腿，而那些真正的强者却在默默修炼着自由搏击。这样的真相只有极少数人洞悉。5000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存在着两套思想体系，一套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孔孟之道，另一套则是基于人性本恶的法家思想。孔子的思想真的无可挑剔吗？提起孔子，许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位至圣先者。不可否认，孔子的思想确实有其伟大之处，但在当今时代，他的许多观念已显得不合时宜。学习任何思想，我们都不应盲目的全盘接受，而应当批判性的吸取其精华，剔除糟粕。那么，孔子思想的问题何在？最大的弊病在于禁锢了人的思想。在孔子的观念中，妇女没有话语权，不准上学，不准外出，在家庭中更是毫无地位。孔子四处宣扬礼义，推崇三纲五常，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级官员犯错无需受刑，以礼仪约束即可。而卢民则以刑罚治之。他竭力维护奴隶社会的阶级制度，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些维护统治权威的理论，让百姓无条件遵守君权的统治，即便皇帝荒唐至极，大臣与百姓也必须遵从，否则便是违反三纲五常，成为大逆不道之人。最终，民众思想被封闭，无独立思考之能力，至清末，皇帝昏庸，百姓愚昧，屡遭外侮。孔子思想的教化主要结果，就是让人越来越顺从，遵守规矩，接受自己的底层命运，俯首帖耳。儒家思想宣称人性皆善，讲求仁义道德，并要求人人以此对待周围之人，如此方为君子。然而，现实是，相信人性善良者，最终被伪善之人所欺；相信仁义道德者，最后被口称道德、心怀自私之人所伤。善良、仁义、道德，这些听起来美好，却只是花拳绣腿，看似华丽，实则无用。而真正的高手，表面上演绎花拳绣腿，暗地里却在修炼自由搏击。儒家思想如同华丽的花拳绣腿，形式上光鲜亮丽，实战中却毫无用处。大多数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脑海中充斥着孔孟之道，口中满是动听的大道理；而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脑中装的是法家思想，尽管听着不那么好听，却极为实用。当花拳绣腿与自由搏击对垒，会怎么样？最近，传统武术太极门掌门人马保国与业余自由搏击选手在擂台上一决高下，两者在名气和资历上悬而位阶巨大。赛前裁判一再叮嘱马保国手下留情，然而比赛开始不到30秒，马保国便被对手3次 KO， 最后倒地不起，观众哗然。有着1000年历史的传统武术，在不按套路的自由搏击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很多人质疑马保国是假大师，尽管他有夸大的成分，但若他真是个骗子，根本不会踏上擂台。真相是，任何传统武术在自由搏击面前皆不堪一击。
这不是贬低传统武术，而是因其招式适应特定规则，而自由搏击则无固定招数，唯一目标是将对手打趴下。传统武术打不过自由搏击，是其不适应擂台规则的必然结果。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其思想不适应社会规则的必然结果。许多人脑中装的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大道理一堆，花拳绣腿，听着好听，看着好看。这些大道理在古代有用，因为那时大家按正常套路出招，点到为止，只要你是君子，社会地位变高。但今日规则一变，社会如自由搏击赛场，有钱有实力便是君子，无人按君子之道出招，你若继续沿用旧规，必然被瞬间放倒。法家思想如同自由搏击，其代表人物韩非子与商鞅。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只有利益关系。他说，只要有利益关系，再疏远的人也能亲如一团，一旦利益受损，连父子也会成仇敌。男人至50仍好色，妻子过30容颜衰退，丈夫必另寻新欢。感情能靠得住吗？在他看来，天下无不好色之男，若有，只因其尚未具备好色之资本。韩非子认为，皇帝与臣子之间无情义，常互相算计，道德仁义不过表面，利益才是真相。儒家思想只在无利益争夺时有效，一旦有利益争夺，儒家思想便无效。恋爱时走儒家有效，但结婚后有利益纷争，再走儒家必受伤。孩子小时可走儒家，孩子大了你老了，再走儒家，把财产分了，自己必惨。用利益让别人不得不道德，才是真道德。只寄望别人道德，不给任何利益，就是伪道德。儒家是一种理想化的梦想，法家才是实现梦想的道路，否则皆为空话。世界由2套秩序组成，第一套规则是公平、正义、道德、礼节，第二套规则是隐藏在背后的利益斗争。第一套规则的道德是表象，第二套规则的利益是实相。从小到大，我们接触的知识大多是第一套的表面规则，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心中打着第二套利益规则的算盘。高手以第一套规则为手段，达成第二套规则的目的。几乎人人都会披上一层光鲜亮丽的道德外衣，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取利益。道德规则人人口中宣扬，利益规则人人心中铭记。不要被第一套规则迷惑，要用第二套规则看清事物。例如，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第一套规则是幌子，不能作为安身立命、功成名就的方法。要想看透每个人的行为，必须结合第二套规则来分析，即利益分析法。利益才是主导人类行为的逻辑，利益分析法永远有效。举例来说，有一次我与吴老师去云南游玩，行李较多且对当地不熟，吴老师悄悄塞给帮忙的服务生50元小费，接下来几天服务生对我们倍加殷勤，安排妥帖。事后吴老师讲课时提到这一案例，他说，若想得到他人帮助，首先要明白自己能提供什么。陌生人之间除了利益，不会产生的关系，金钱是最好的表达。50元虽不多，但比说好听话或假装热情更实用，这便是利益分析法。每遇一事，迅速切割成不同利益方，分析每个言行损害了谁的利益，增加了谁的利益。增加利益者是朋友，损失利益者是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一转化，敌人与朋友关系顺变。在公司中，每个决策都要分析符合谁的利益，伤害谁的利益。符合利益者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受损利益者会形成利益联盟。两个阵营都汇聚助道德大旗，争取利益目的。牢记，不能用道德的道理要求完成利益的事。很多人直奔而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不想自己能带给别人什么。在你想得到他人好处之前，你必须先思考自己能为他人带来什么。好处是否是别人需要的？是否唯一？
若利益不成立，只能建立道义关系，对方也只是虚假意应付。无论世界如何发展，人的利己心不变，利益才是推动行为的逻辑。但重要的是，用第二套规则推理出目的后，迅速地用第一套规则包装起来。穿上道德的外衣，切勿赤裸裸地谈利益，因第二套规则不可说，而第一套规则存在的价值在于能更好地伪装真实目的。人类发展需奉第一套规则为上，尊其为正统，才能看起来不那么现实，虽真相比现实更现实。美好、希望和正能量推动进步。儒家思想主导了社会几千年，并被表镜框里书写弘扬。与孔子同时代的鬼谷子有惊天伟地之才，却未如孔子般传颂，因为他的理论讲的是第二套规则，只适合默默使用，不适合标榜。真正的成熟是看透而不说透，指的就是第二套规则，它只可用不可说，说了即错，这也是为何讲真话者不讨好的原因。大众未必需要真话，而是一种理想化的满足或情怀的寄托，尽管这情怀不切实际。世界上讲真话的人常被视为小人，很多小人却伪装成君子，成长便是擦亮眼睛的过程。在这场生存的搏击中，我们必须擦亮眼睛，看透人性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上，第一套规则是表象，第二套规则才是实相。大多数人未能成功，正是因为他们被第一套规则迷惑，无法看清真实的利益关系。他们以为只要遵循道德、礼仪和仁义，就能获得成功和幸福。然而，这只是表象，真正驱动世界运转的是利益。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和仁义，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德报怨，以礼待人。这种思想在和平稳定的社会中的确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然而，在激烈的竞争和利益纷争中，这种理想化的思想却显得苍白无力。正如传统武术的花拳绣腿，在自由搏击面前不堪一击，儒家的道德理想在现实的利益斗争中也难以立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则直指人性的本质。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利益决定一切。无论是家人、朋友或同事，关系的维系都依赖利益的交换。一旦利益受到威胁，任何关系都可能瞬间破裂。法家思想强调用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以利益为导向，追求实际效果。这种思想尽管冷酷，却更符合人性的现实，也因此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更具实用性。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学习法家的利益分析法。每当遇到问题时，迅速分析各方利益，找出自己所能提供的价值。只有当我们能为他人带来实际利益时，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公司里，每个决策都需要考虑利益分配，只有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决策才能有效执行。而在个人生活中，无论是恋爱、婚姻或亲子关系，利益分析法都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处理问题，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伤害。然而，尽管利益分析法有效，我们仍然需要以道德的外衣来包装自己。正如韩非子所言，真正的道德是用利益来维系的。我们不能赤裸裸地谈利益，因为这会让人觉得冷酷无情。相反，我们需要用道德、礼仪和仁义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使自己看起来更仁慈和正直。这样，既能获得他人的好感，又能达到自己的利益目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真正的智慧在于能够看穿表象，直击本质。我们需要在心中铭记第二套规则，以利益为导向，冷静分析每个行为的背后动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善于利用第一套规则，用道德和礼仪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这种双重思维方式，既能帮助我们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又能使我们看起来更仁慈、更高贵。最终，社会的进步依赖道德和利益的平衡。
我们需要第一套规则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并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然而，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利益斗争。理解并运用这两套规则，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游刃有余，既保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又能实现自己的实际利益。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擦亮眼睛，识破表象，洞悉本质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道德的外衣下运用利益的分析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无止境的生存搏击中立于不败之地，成就自己的辉煌人生。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您加订阅并按赞、评论、转发。天涯神贴，让我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中探索那些不容错过的精彩时刻。愿这些网路中的瑰宝成为您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亮前进的道路。